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款 IGBT 模块驱动电路。IGBT 模块要想使它的极电极和发射极可靠导通，就要在它的门极与发射极之间加一个15伏的正向偏压。如果要想让它的极电极和发射极之间关断，就要在门极和发射极之间加一个反向的负5伏偏压。我们这个电路就完全满足了它的要求，并且还有很多保护电路。这个电路呢，实际上是 EXB841 的内部电路。如果我们想用分立件组装呢，也可以用其中的部分电路或者是全部电路进行组装。我们看前边是一个光偶，它的型号是 TLP550。EXB841 15角外部提供了一个正电压，这个电压受电阻的作用，电流为10毫安。14角外部接了一个3极管，当3极管导通的时候，内部的发光管就发光，使后边的光电3极管导通。当下边这个3极管截止的时候，由于内部发光管不发光，所以内部的光电管截止，从而把外部的驱动信号通过隔离的光偶传输到内部。很显然，当光偶的内部光电管导通的时候，使这个位置为低电位。由于这是低电位 ，V2 截止 ，V2 截止时这个位置为高电位，使上管导通，给 IGBT 提供驱动信号，下管截止。下边这个 V1 同样截止，当它截止时，这个位置为高电位。但是由于我们刚才这儿提供了一个高电位，使IGBT 导通，所以使这个位置为低电位。那么虽然这个管截止了，但是这个位置的电压通过 R3、R4， 然后这个 R1 通过 VD2， 然后通过 IGBT 的极电极、发射极入地，使这个位置的电压继续保持低电位。所以这个13伏的稳压管不会被击穿。那么这个3极管基极由于是 1K 电阻分压，所以这个位置为低电位。这个3极管V1 是截止的，所以电路能够正常工作，也就是说 IGBT 可靠导通。当内部光电管截止的时候，这个位置为高电位，因为上面是限流电阻，下边是滤波电容，所以这个位置为高电位。当它为高电位时，上面的 V2 导通，它导通以后，这个位置为低电位。V4 截止 ，V5 导通，使 IGBT 门极与原极之间得到一个负5伏偏压。因为这个点为负5伏，这个位置为0伏。这个负5伏通过 V5 加到 IGBT 的门极，这个一角由于上面接了一个限流电阻 6.8K 的，下边是一个5伏的稳压管，也可以用 TVS 的稳压管，使这个位置为5伏，所以 IGBT 得到一个负5伏可靠关断。外部送来的驱动脉冲使我们内部的发光管同步的闪烁，从而使后边的这个光电3极管同步的导通与截止，从而把这个信号送到 IGBT 的门极，使 IGBT 工作在开关状态。当某种原因后边的负载过流的时候，在 IGBT 的极电极和发射极会产生很高的压降，这个压降由于很高，所以使 VD2 截止。由于 VD2 的截止，使这个位置的电位升高。当 A 点为低电位的时候 ，V2 截止。由于 V2 的截止，使这个位置为高电位。由于 A 点是低电位，所以 V1 也是截止的，会使这个位置的电压升高。又因为我们 VD2 截止了，所以 IGBT 不能够给它有效分压，所以使这个位置的电压高于13伏。稳压管击穿，使 V2 导通。当 V2 导通的时候，它使这个位置为低电位，从而使上管截止，下管导通，保护 IGBT 不会损坏。另外呢，这个位置由于是低电位，通过外部5角使这个光偶的内部发光管发光。因为这边是 4.7K 电阻接在2角20伏上的，所以这端的光电3极管导通，从而把单片机的保护引脚拉低，报过流的故障。这个电路的负5伏是通过上端2角供的20伏，通过限流电阻 6.8K， 然后加到这端有一个5伏稳压管来完成的，使这个位置的电压高于这端5伏。
由于 IGBT 的发射极是接在这个一角上的，也就是接在这个点上的，所以芯片内部产生了双电源。另外，我们这个光偶 TLP550，它的这个阴极引脚是需要供5伏的，这端是接地，所以当这个5伏不正常的时候，比如我们这个5伏稳压管短路，它的两端没有了5伏，所以它就会使光偶不能够正常工作，从而不提供触发脉冲，使 IGBT 可靠的关断，保护了整个电路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